本次10月用电量真正增长的最大亮点其实在第三产业 17.1% 的增速，其实主要是 AI 产业的带动，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激增 46%。 作为全球数据中心电力需要的主要贡献者，中国的 AI 优化服务器正成长为电力消耗的核心增长点。 46%的电力增长，同志们能想象我们的发电能力、输电能力和电力协调能力有多强悍吗？这围绕 AI 算力中心的这一块地区的电力网络要承受的是激增的电力需求，哪怕是 10% 的用电量波动，对发电、输电和调动的压力都是巨大的。这既是供电有保障、输电有余量，毫秒级调动的实力，也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远见。要知道这基建是早就做好的。而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推动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暴涨 61.8%。上周我在分析中美 AI 两条路的时候就提过，现在据高盛的测算，美国28年电力缺口有 20%。在假设美国可以在2年内解决私营电力公司和联邦电力公司的利益冲突问题、几千家电力公司的利益问题、输电网络的连接和老化翻新的问题，它也会卡在没有变压器这个小小的组件上面的问题上。自从跟我们脱钩断链了之后，美国一个变压器需要等26个月才能到货。现在对美国经济未来寄予厚望的人，本质上就是相信搞不定变压器的美国却能搞定 AI 的全球领先的地位，谁不说一句这个精神状态很超前呢？实际上，按照国际多个权威机构的报告，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内，除了中国，其他大型经济体全部都严重缺电。可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在拼命的卷电气化，还在不断的投建更多的电力系统，还在不断的推进电气化的应用。这个战略在初期开始是看不出什么高明之处的。我们不断的卷特高压输电技术的时候，更新输电网络的时候，以及调整自己的输电能力的时候，一度也是有很多批判的声音的。但是现在呢，虽迟但到，诚不欺我，美国和欧洲郁闷的不得了。从第一层看呢，中国是缺芯片，美国被电力卡着脖子。但是如果要是再加深一层思考，是什么？美国科技巨头们重金打造的先进的芯片，在没有足够的电力配合下会发生什么？往往这就意味着大量的芯片它是有闲置的，这可就有意思了。电储存不了，储存的成本是很高的，可是芯片的更新淘汰速度跟储存不了的电力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价值不断的流失。随着芯片的快速迭代，这些还没用上的高级芯片可就随着时间打了折扣的。时间在这个维度上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一般的在流逝实际上为什么欧洲的 AI 搞得像个傻姑就是因为 AI 这些最前沿的产业要的就是庞大的电力供给，而且还需要成本合适，获得及时，供给稳定。这个产业的发展诉求就直接将欧洲踢出了 AI 军备竞赛的游戏资格。虽然他们现在还觉得自己挺牛的，马克龙还在叫在没有足够的电力系统的支持下，今天中国境内我们觉得特别正常的事情，在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内部已经无法展开了。从无人机驾驶到人形机器人，到 AI 大模型迭代，到汽车电气化转型，到特高压输电等等，现在西方的停滞最本质处就是没有能源注入产生的熵增的结果，产业无法保持可持续性的升级，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序，也是重大的社会危机。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而规律从来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公平的惩罚每一个违背规则的人。市场经济从诞生之初就是吃人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例子。除非你可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推升劳动生产率，简言之，只有足够的能源或者足够的技术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带来持续的熵减，否则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是把双刃剑，发展的快，熵增也快。一次选择失误，其实就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国运彻底打断。可以说西方在炮制所谓的碳排放毁灭地球的那一天起，他们如今的结果就已经奠定了。在发展自身还是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而去阻拦别人的这两个选择之中，他们选择通过炮制危害地球的罪名来阻拦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使用，自己呢则通过去工业化来身先士卒。现在只不过是个巨大的回旋镖直击到西方的脑门子上罢了。这么长都看完啦，关注一下吧。